朋友们，提起大秦帝国的一统天下，所有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秦始皇嬴政，那个结束了春秋战国500年战乱，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的帝王。但很少有人会深究，嬴政端坐咸阳宫发号施令的背后，是谁率领着秦国的虎狼之师，踏遍6国疆土，将一个个诸侯国从地图上抹去？是谁用一场场硬仗，一次次奇谋，为大秦的统一之路扫清了所有障碍？答案正是战国4大名将中最沉稳、最具智慧，也最能善始善终的传奇人物王翦。在战国乱世的名将谱中，白起以人屠之名震慑诸侯，伊阙之战斩首24万，长平之战坑杀赵族40万，战绩足以封神，却因功高震主被秦昭襄王赐死杜游，饮恨而终。李牧凭一己之力镇守赵国北疆，以步兵方阵大破匈奴10余万骑兵，让匈奴数十年不敢南下牧马。回师中原后，又屡次挫败秦军锋芒，堪称赵国长城，最终却死于君主的猜忌与奸臣的构陷，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廉颇老骥伏枥，负荆请罪的典故流传千古，邯郸保卫战中更是以弱胜强击退秦军，可晚年却遭排挤，辗转未出2国，始终未能再获重用，郁郁而终。唯有王翦不仅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亲手攻灭赵燕楚3大强国，为统一大业立下不世之功，更在功高震主的悬崖边全身而退，成为4大名将中唯一得以善终且真正见证大一统格局形成的人。他的厉害不只在于用兵如神，更在于他深谙君臣之道，懂得进退之术，在刀光剑影的战场和波谲云诡的朝堂之间，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传奇之路。今天一起循着历史的脉络，走进王翦的一生，看看这位大秦第一灭国神将究竟是如何凭借一身谋略，成为秦始皇统一大业背后最坚实的支柱。王翦的生卒年份虽无确切记载，但根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等史料推测，他大致出生于公元前280年左右，恰逢战国争霸最白热化的阶段。彼时，秦国经过商鞅变法100年积累，已经形成了耕战结合的强大体系，农耕为战争提供充足的粮草，军功爵制为军队注入源源不断的战斗力。秦国的国力早已远超山东6国。秦昭襄王时期，白起率军南征北战，伊阙之战大破韩魏联军，鄢郢之战攻破楚国都城，长平之战重创赵国主力，秦国的统一之势已如箭在弦上，不可阻挡。王翦正是在这样一个英雄辈出、战火纷飞的时代，逐步从秦国的军事体系中崭露头角。与白起那种年少成名、一战封神的轨迹不同，王翦的早年经历在史书中并无过多赘述，这恰恰符合秦国军功爵制的底色。在秦国，没有世袭的爵位，没有空降的将领，即便是贵族子弟，想要获得爵位和兵权，也必须靠实打实的战功。王翦大概率是从秦军基层的普通士兵做起，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沉稳的性格，在一次次小规模战役中积累军功。我们可以想象，在秦国与韩赵魏的边境冲突中，年轻的王翦或许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在某次攻城战中，他率先登上城楼，斩杀敌兵；在某次防守战中，他沉着冷静，带领同伴击退敌军的冲锋。凭借这些实打实的战功，他逐步晋升为士长、百夫长、校尉，再到中级将领。这种从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经历，让他对战场的残酷、士兵的疾苦、后勤的重要性有着最深刻的认知，
也养成了他谋定而后动的作战风格，不打无准备之仗，不做无把握之事。每一次出兵，每一个决策都要经过反复推演，确保万无一失。在秦军的军事体系中，中级将领是连接基层士兵与高层统帅的关键纽带。王翦在这一职位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不仅要指挥部队作战，还要负责士兵的训练、粮草的调配、军营的管理。这些经历让他不仅懂得如何打仗，更懂得如何带兵。与那些只知猛冲猛打的将领不同，王翦非常注重军队的纪律和士兵的士气。他深知，一支没有纪律的军队再勇猛，也只是乌合之众，而一支士气低落的军队再精锐，也难以取胜。在他的带领下，所部秦军纪律严明，作风顽强，成为秦军之中战斗力极强的一支劲旅。王翦真正登上历史的核心舞台，是在秦始皇嬴政亲政之后。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去世，13岁的嬴政继位，但此时的秦国大权被相邦吕不韦和太后赵姬掌控。吕不韦凭借奇货可居的政治投机，成为秦国的实际掌权者。他广纳门客，编纂《吕氏春秋》，试图以自己的理念治理秦国。而太后赵姬则与嫪毐私通，嫪毐凭借赵姬的宠爱，封长信侯，势力逐渐膨胀，甚至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形成了与吕不韦抗衡的另一股势力。嬴政虽为秦王，却并无实际权力，只能隐忍蛰伏，等待亲政的时机。直到公元前238年，嬴政年满22岁，按照秦国礼制前往雍城举行冠礼。嫪毐趁嬴政不在咸阳，发动叛乱，率领门客和叛军攻打秦年宫，想要夺取政权。早已暗中准备的嬴政沉着应对，下令昌平君、昌文君率领秦军平定叛乱，嫪毐兵败被擒，最终被车裂处死，其党羽也被一网打尽。次年，嬴政以吕不韦与嫪毐之乱有牵连为由，罢黜吕不韦的相邦之职，将其流放蜀地。吕不韦在途中饮鸩自尽。至此，嬴政才真正将秦国的军政大权握在手中，统一六国的宏伟蓝图也终于得以提上日程。而王翦正是在这个关键节点被嬴政看中，成为秦军统帅层的核心人物。嬴政之所以选择王翦，绝非偶然。在嬴政亲政前的数年里，王翦已经在多次对韩赵魏的边境战事中展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比如在公元前244年，王翦率军攻打韩国的平阳、武城，斩首10万，一战成名。公元前242年，又率军攻打魏国，夺取20余座城池，设置东郡，进一步压缩了六国的生存空间。他作战沉稳，军纪严明，既能打硬仗，又善用巧计，与那些只知猛冲猛打的将领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志在统一天下的嬴政而言，他需要的不是一时的胜仗，而是能够稳定推进统一大业、攻克强敌的帅才。这种帅才不仅要懂军事，还要懂政治；不仅要能打仗，还要能稳住后方；不仅要勇猛，还要沉稳。而王翦正是这样的人选。统一六国的战争始于公元前230年灭韩之战。不过，灭韩的任务并未交给王翦。韩国是六国中实力最弱的一国，长期被秦国蚕食，疆域狭小，兵力匮乏。到了战国末期，韩国的领土只剩下都城新郑及其周边的一小块区域，早已失去了与秦国抗衡的能力。嬴政最终将这一开胃菜交给了内史腾。内史腾原本是韩国的官员，后来投降秦国，对韩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公元前230年，内史腾率领秦军渡过黄河，直扑新郑。
韩军毫无抵抗之力，秦军一战破城，俘虏了韩王安，韩国成为6国中第一个被灭的国家。嬴政将韩国的土地设置为颍川郡，纳入秦国的版图。灭韩的胜利不仅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序幕，更打破了6国的合纵幻想。在此之前，6国曾多次尝试合纵抗秦，但都因为各怀鬼胎，互不信任而失败。韩国的灭亡让其他诸侯国深刻意识到秦国统一的决心和实力，恐慌情绪蔓延开来。而嬴政接下来要面对的是6国中军事实力最雄厚，与秦国对抗数十年的赵国。这个曾经诞生过赵武灵王、廉颇、李牧等英雄人物的国家，是秦国统一路上最硬的一块骨头。赵国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军事实力大增，骑兵部队更是天下闻名，再加上长期与秦国作战，士兵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极强。攻打赵国的重任，嬴政毫不犹豫地交给了王翦，这既是对王翦能力的认可，也是对他的一次重大考验。赵国之所以难攻，核心原因在于其拥有一位与王翦齐名的战国4大名将李牧。李牧早年长期镇守赵国北疆，负责抵御匈奴的入侵。当时的匈奴骑兵凶悍善战，经常南下劫掠赵国边境，赵国历任将领都无法有效抵御。李牧到任后，采取了坚壁清野、积蓄力量的策略。他下令士兵坚守营垒，不许主动出击，同时积极发展生产，训练士兵，积累粮草和武器。匈奴人以为李牧胆小怯懦，多次前来挑衅，李牧始终不为所动。经过数年的准备，李牧的部队战斗力大幅提升，粮草充足，士气高昂。公元前244年，李牧认为时机成熟，挑选了10万精兵、1300辆战车、13000匹战马，设下埋伏，引诱匈奴主力深入，最终以步兵为主力，歼灭匈奴骑兵10余万，乘胜追击，降服了临湖、楼烦等部落，让匈奴数十年不敢南下牧马。李牧在北疆的赫赫战功，让他成为赵国的国之柱石。后来秦国频频攻打赵国，赵王谦将李牧调回中原，任命为大将军，抵御秦军。李牧果然不负众望，多次率军击败秦军。公元前233年，秦军将领桓乙率军攻打赵国平阳，斩杀赵军10万，随后直扑邯郸。李牧率领赵军在宜安、肥下一带与秦军展开激战，大败秦军。桓乙率领残部逃亡燕国。公元前232年，秦军兵分2路攻打赵国，李牧再次率军迎击，在番屋大败秦军，迫使秦军撤退。李牧的存在成为秦国攻打赵国的最大障碍。因此，王翦攻赵之战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顶级名将的巅峰对决。这场战役的胜负不仅关系到赵国的存亡，更直接影响着秦国统一6国的整体进程。公元前229年，王翦率领秦军主力从上党郡出发，直扑赵国都城邯郸。与此同时，将领杨端和率军从河内出兵，羌磊率军攻打赵国东阳地区，3路秦军形成对邯郸的合围之势。为了确保战役的胜利，嬴政还下令调集大量粮草，组建了庞大的后勤补给队伍。秦军的粮草主要通过黄河、漳水漕运，辅以河东郡、上党郡的本地粮草征集，为前线提供充足的物资支持。面对秦军的强大攻势，赵王谦任命李牧为大将军，司马尚为副将，率领赵军主力抵御秦军。李牧深知秦军士气正盛，粮草充足，不宜正面硬拼，于是采取了坚壁清野、
固守不战的战略，他下令赵军收缩防线，依托赵国坚固的城池和有利的地形，构建起严密的防御体系，死死拖住秦军，同时派轻骑不断骚扰秦军的后勤补给线，试图以逸待劳，耗尽秦军的锐气。这一对峙就是整整半年。在这半年里，战场之上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王翦率领的秦军虽然兵力占优，但远道而来，后勤补给压力巨大。秦军的漕运线路虽高效，但仍经常遭到赵军轻骑的骚扰，补给线并不稳固。长时间的对峙让秦军士兵的士气逐渐低落，不少将领都急于求成，多次请求王翦下令攻城，但王翦始终不为所动。他清楚地知道，李牧的防守毫无破绽，正面强攻只会让秦军付出惨重代价，甚至可能导致战役的失败。在战场上无法快速突破的情况下，王翦将目光投向了赵国的内部。他通过情报网络早已摸清，赵王谦是一个昏庸无能、猜忌心极重的君主。赵王谦的母亲原本是邯郸的一名歌女，后来被赵王到襄王纳入宫中，册封为王后，赵王谦也因此被立为太子。赵王谦继位后，重用奸臣，疏远贤臣，朝政日益腐败。而赵国的丞相郭开更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奸臣，他凭借赵王谦的信任，专权擅政，大肆收受贿赂，残害忠良。廉颇就是因为遭到郭开的陷害，才被迫逃离赵国。这对君臣的组合，正是赵国最大的软肋。于是王翦制定了一条反间计，他派人携带大量金银财宝潜入邯郸，通过秘密渠道结交郭开。郭开见钱眼开，很快就被秦军收买。在王翦的授意下，郭开在赵王谦面前不断诋毁李牧和司马尚，声称二人手握重兵，早已与秦军私下勾结，意图谋反，准备献出邯郸投降秦国。其坚守不战的举动，正是为了等待秦军攻城时里应外合。赵王谦本就对李牧手握全国兵权心存忌惮，再加上郭开的反复挑拨和虚假证据，很快便对谗言信以为真。赵王谦不顾朝中大臣的苦苦劝阻，执意下令解除李牧和司马尚的兵权，任命赵聪和严据这两位毫无实战经验的将领接替他们。李牧深知此时正是抗击秦军的关键时刻，临阵换将必然导致军心大乱，赵国也将因此陷入危局。为了国家安危，李牧拒绝交出兵权，坚持要率军继续抗击秦军。赵王谦却以此为借口，认定李牧确有谋反之心，暗中派人前往李牧军中将其杀害，同时罢免了司马尚。一代名将未倒在与秦军的战场上，却死于自己君主的猜忌和奸臣的构陷，实在令人扼腕叹息。李牧死后，赵国军民悲痛万分，人心涣散。王翦敏锐捕捉到这一战机，立刻下令秦军全线出击，对赵军发起猛烈进攻。失去李牧的赵军如同失去灵魂的躯壳，再加上临阵换将带来的混乱，根本无法组织其有效抵抗。赵聪和严据虽想率军抵抗，却既无李牧那样的军事才能，也无法服众。赵军在秦军的凌厉攻势下节节败退。公元前228年，王翦率领秦军顺利攻破赵国都城邯郸，俘虏了赵王谦。赵国宗室公子嘉逃到代地，自立为代王，建立代国，继续抗秦。而赵国核心疆域已被秦国占据，统一之路的最大硬骨头就此被啃下。攻灭赵国是王翦在统一战争中的第一场重头戏。这场胜利
不仅拔掉了秦国统一路上的一颗硬钉子，扩大了秦国的疆域，更向其他5国展示了秦军的强大实力，极大动摇了6国的军心士气。而王翦在这场战役中展现出的，不仅是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更有深远的政治谋略。他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慧，正是王翦区别于其他名将的核心特质。灭掉赵国之后，王翦率领秦军继续北上，兵锋直指燕国。燕国之所以成为秦国的下一个目标，除了战略上的推进需求，更因为一场震惊天下的事件——荆轲刺秦王。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为阻止秦国的统一步伐，派荆轲携带燕国督亢的地图和秦国叛将樊无忌的首级，前往咸阳刺杀秦始皇。荆轲抵达咸阳后，受到嬴政的隆重接见。在献图之际，荆轲拿起藏在地图中的匕首行刺，嬴政反应迅速，绕着柱子躲避，最终在左右侍从的帮助下拔剑斩杀荆轲。荆轲刺秦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嬴政，也给了秦国攻打燕国的绝佳借口。嬴政下令让王翦与将领辛胜率领秦军大举攻燕。燕国的军事实力本就薄弱，再加上赵国灭亡后失去屏障，面对刚刚灭掉赵国、士气正盛的秦军，根本毫无抵抗之力。王翦率领秦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便攻占了燕国的都城蓟城。燕王喜和太子丹带着燕国的残余势力一路向东逃亡，最终逃到了辽东郡。王翦本想率领秦军继续追击，一举彻底消灭燕国，但此时嬴政的战略重心开始转向南方的楚国。楚国是6国中疆域最辽阔、人口最多、军事实力也最雄厚的国家，被称为带甲100万，地方千里，境内江河纵横，地势复杂，想要征服楚国难度极大。而且楚国与秦国之间有着深仇大恨。秦昭襄王时期，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都，烧毁楚国的宗庙和陵墓，楚国被迫迁都，国力受到重创，但楚国的根基依然深厚，民众的抗秦情绪高涨。想要完成统一大业，必须先解决楚国这个心腹大患。因此，嬴政下令王翦停止追击燕国残余势力，率领秦军主力南下，准备攻打楚国。而燕国的残余势力最终由王翦的儿子王贲在后续率军彻底消灭。公元前222年，王贲率军攻占辽东，俘虏燕王喜，燕国彻底灭亡。攻楚之战是王翦一生中最能体现其战略智慧和君臣相处之道的一场战役，也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经典案例。这场战役的缘起始于嬴政对攻楚兵力的一次征询。灭掉韩赵燕3国之后，嬴政召集文武大臣商议攻打楚国的事宜，核心问题只有一个：攻楚需兵几何。此时秦国的少壮派将领李信站了出来。李信是秦军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勇猛善战，充满锐气。此前在攻打燕国时，李信曾率领数千骑兵追击燕太子丹，一路追击到盐水，逼迫燕王喜杀太子丹求和，立下赫赫战功，深得嬴政赏识。年轻气盛的李信自信满满，认为楚国不堪一击，在朝堂之上直言20万大军足矣。这一番话迎合了嬴政想要快速统一6国的心态，嬴政听后颇为满意。随后嬴政转而询问王翦的意见。王翦沉思良久，结合楚国的疆域、人口、兵力以及地理形势，给出了与李信截然不同的答案，非60万大军不可。王翦解释道，楚国疆域辽阔，
地势复杂，江河湖泊众多，秦军攻打楚国必然要分兵多路，同时还要防范楚军的迂回包抄，而且楚国军民抗秦情绪高涨，必然会全民结兵，拼死抵抗。再加上秦军长途奔袭，后勤补给压力巨大，60万大军是确保战役胜利的最低要求。60万大军几乎是秦国的全部兵力。当时的秦国总人口大约在2000万左右，按照10丁抽1的征兵制度，秦国的总兵力大约在100万左右，除去镇守边境、保卫都城以及维持地方治安的兵力，能够调动的机动兵力也就60万左右。嬴政闻言，心中难免犹豫，觉得王翦或许是年纪大了，锐气尽失，变得胆小怯懦。在嬴政看来，李信年轻有为，敢于冲锋，20万大军足以攻克楚国。于是嬴政最终采纳了李信的建议，任命李信为统帅，蒙恬为副将，率领20万秦军攻打楚国。王翦见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甚至多说无益，反而可能引起嬴政的猜忌。在封建时代，君主最忌讳的就是大臣固执己见，尤其是手握兵权的将领，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往往会被认为是拥兵自重，挑战军权。因此，王翦以身体有病为由，向嬴政请求辞官回乡。嬴政并未挽留，批准了他的请求，王翦就此返回故里平阳，闭门谢客，不问政事。李信率领20万秦军出征后，初期果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他兵分2路，一路由自己率领攻打平舆，另一路由蒙恬率领攻打秦丘。楚军面对秦军的进攻节节败退，李信率军顺利攻克平舆，蒙恬也攻占了秦丘。李信见状更加轻敌，认为楚军不堪一击，于是率领秦军主力转向西进，试图攻占楚国旧都郢陈，切断楚军后路，进而合围寿春。但李信万万没有想到，楚国名将项燕早已看穿了他的轻敌之心。项燕是楚国的名将，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他深知秦军的优势在于战斗力强，装备精良，但弱点在于长途奔袭，后勤补给困难，而且李信年轻气盛，缺乏战略沉稳。更关键的是，原秦国昌平君此时正驻守郢陈，他本是楚国宗室，见秦军兵临城下，毅然起兵反秦，导致秦军腹背受敌。于是项燕采取了诱敌深入、疲敌扰敌的战略，率领楚军主力紧紧跟随在秦军身后，隐忍不发，不与秦军正面交锋，只是不断派小股部队骚扰秦军的后方和侧翼，消耗秦军的体力和士气。李信率领秦军一路急行军，长途奔袭数百里，士兵们疲惫不堪，后勤补给也逐渐跟不上。当秦军行进到城府时，已经是强弩之末，防备也变得松懈。此时项燕认为时机成熟，率领楚军主力突然发起猛攻。楚军将士怀着报国之心，奋勇杀敌，秦军毫无防备，顿时陷入混乱。一场激战之后，秦军大败，阵亡7名都尉。都尉是秦军的中高级将领，相当于现在的师长或旅长。7名都尉阵亡，意味着秦军的指挥体系遭到了严重破坏。20万大军损失惨重，李信只能率领残兵败将狼狈逃回秦国。李信攻楚失利的消息传回咸阳，嬴政勃然大怒。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寄予厚望的李信竟然会大败而归，不仅损失了大量兵力，更打乱了统一6国的时间表。但嬴政毕竟是一代雄主，愤怒之后很快便冷静下来。此时他才意识到王翦当初的判断何等正确，
自己之所以惨败，正是因为低估了楚国的实力和项燕的军事才能，也低估了战争的复杂性。想要灭掉楚国，非王翦不可。于是嬴政放下帝王的架子，亲自前往王翦的家乡平阳登门道歉，表达了对当初不听从王翦建议的懊悔，以及楚军乘胜西进，威胁秦国边境的危急局势，恳请王翦出山相助。面对嬴政的亲自邀请和诚恳姿态，王翦并没有立刻答应，而是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要求，必须调拨60万大军，少一兵一卒都不行，否则绝不奉命。这一次嬴政没有丝毫犹豫，当即答应倾全国之力满足需求，承诺会立刻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兵，确保60万大军按时集结。见嬴政真心诚意，且答应了自己的核心要求，王翦才同意出山，重新担任秦军统帅。就在秦军集结完毕，即将出发之际，王翦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困惑的举动。他频繁向嬴政索要赏赐，请每田宅园池慎重，声称自己家乡的土地贫瘠，只为给子孙后代积累产业，时而请求赏赐金银财宝，时而又请求赏赐园林池塘，以便晚年能够安享天伦。嬴政见状只觉好笑，劝慰王翦安心出征，承诺作为大秦天子，定然不会亏待功臣。但王翦并未就此作罢，反而愈发坚持，嬴政最终无奈，只好一一答应了他的所有请求。更令人费解的是，王翦率领60万秦军出发之后，在行军途中又先后5次派人返回咸阳，重申自己所要赏赐的请求。身边的将领们都觉得不解，纷纷劝说王翦，认为他已手握重兵，深得大王信任，日后立下不世之功，自然富贵无忧，如此频繁的索要赏赐，恐怕会引起大王不满。面对部下的疑惑，王翦缓缓道出了其中的深意。大王生性多疑，如今将全国的兵力都交给自己，率领60万大军在外，远离都城长达数年之久，大王心中必然会有所猜忌。自古以来，功高震主者鲜有善终，手握重兵而不被君主猜忌者更是寥寥无几。他之所以不断索要赏赐，就是为了向大王表明，自己所求的不过是良田美宅、富贵荣华，并无任何政治野心，也没有觊觎天下的图谋。唯有如此，大王才能真正放心，自己也才能安心率军作战，没有后顾之忧。这番话道尽了王翦的良苦用心。60万大军是秦国的全部家底，王翦手握如此重兵在外征战，任何一位帝王都会心生忌惮。如果王翦表现得无欲无求、清高自持，反而会让嬴政觉得他有更大的图谋。毕竟一个不贪图富贵的人，往往会被认为是在图谋更高的权力，甚至是天下。而王翦通过不断索要赏赐，故意表现出贪财的一面，实则是在向嬴政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自己只是一个贪图富贵、没有政治野心的将军，所有行为都是为了家人的荣华富贵，绝不会背叛大王。这种换取信任的做法，正是王翦作为臣子的高明之处。他不仅懂得如何打仗，更懂得如何揣摩帝王心思，如何在功高震主的危险边缘为自己和家人谋求一条安全的出路。公元前224年，王翦率领60万秦军抵达楚国边境。楚国方面，项燕早已率领全国兵力严阵以待，准备与秦军决一死战。此时的楚军刚刚击败李信率领的秦军，士气正盛，信心满满。但王翦到达前线之后，并没有立刻发起进攻，反而下令秦军就地扎营，修筑坚固的营垒，深挖壕沟，坚守不战。
项燕率领楚军多次前来挑战，王翦始终下令紧闭营门，不许士兵出战。不仅如此，王翦还将大量精力放在安抚士兵、提升士气上。他每天都会亲自巡视军营，询问士兵的饮食起居，与士兵们同吃同住，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难。士兵们的饭菜是否可口，衣物是否保暖，住宿是否安全，他都一一过问。同时，他下令士兵们每天进行投石、跳跃等体能训练，保持战斗力，但坚决不许主动出击。他还组织士兵们进行各种娱乐活动，缓解士兵们的思乡之情和战争压力。就这样，秦楚两军在前线对峙了整整1年。在这1年里，楚军多次挑战无果，士气逐渐低落，士兵们的警惕性也慢慢放松下来。项燕见秦军迟迟不战，误以为王翦是害怕楚军，或是在等待后续援军，于是判断秦军短期内不会发起进攻。而长期的对峙也让楚军的后勤补给压力越来越大，士兵们思乡心切，军心逐渐涣散。在这种情况下，项燕不得不做出调整，率领楚军主力向东转移，想要寻找秦军的薄弱环节发起攻击，同时也为了靠近楚国的粮草补给基地，缓解后勤压力。而这正是王翦一直在等待的最佳战机。王翦深知，楚军虽然战斗力强，但长期的对峙已经耗尽了他们的锐气和耐心，主动转移阵型必然会导致防线松动，军心不稳。他见楚军开始移动，阵型出现松动，立刻下令秦军全线出击，对楚军发起猛烈追击。此时的秦军经过1年的休整和训练，士气高昂，体力充沛，战斗力极强。而楚军则因为长时间的对峙和长途转移，疲惫不堪，军心涣散。双方在祁县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激战。秦军凭借旺盛的士气和严密的阵型，向楚军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楚军根本无法抵挡。项燕虽然奋力指挥，但也难以挽回败局，楚军主力被彻底击溃。王翦率领秦军乘胜追击，一路势如破竹，攻占了楚国的大片领土。秦军先后攻克了楚国的多个重要城池，直逼楚都寿春。公元前223年，秦军攻破楚国都城寿春，俘虏了楚王傅楚。项燕率领楚国残余势力逃往江南，拥立昌平君为楚王，继续抵抗秦军。但此时的楚国已经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王翦率领秦军继续追击，在江南地区再次击败楚军，昌平君战死，项燕见复国无望，在齐南拔剑自刎。至此，曾经疆域辽阔、实力雄厚的楚国彻底灭亡。灭掉楚国之后，王翦的历史使命已然基本完成。此时的6国只剩下齐国还在苟延残喘。齐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后一个被灭的国家，也是6国中实力较强的一国。齐国地处东方，远离秦国，长期以来奉行亲秦政策，对其他5国的求救视而不见。当秦国攻打韩赵魏楚燕5国时，齐国始终袖手旁观，甚至还与秦国互通有无，以为这样就能保住自己的江山。但齐国的统治者显然低估了秦国统一的决心。当其他5国相继灭亡之后，齐国才意识到危险降临，但此时早已为时已晚。攻打齐国的任务，嬴政交给了王翦的儿子王贲。王贲继承了父亲的军事才能，英勇善战，谋略过人。公元前221年，王贲率领秦军从燕国南部出发，一路南下，直扑齐国都城临淄。
秦军进军神速，很快便兵临临淄城下。齐王建见秦军兵临城下，惊慌失措，想要率军抵抗，但齐国的军队长期没有经历战争，战斗力低下，而且全国上下早已被秦国的威势所震慑，根本没有抵抗的意志。在秦军的强大压力下，齐王建最终选择不战而降，率领群臣出城投降秦军。至此，齐国灭亡。随着齐国的灭亡，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秦朝。嬴政自称始皇帝，定都咸阳，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修筑长城，驰道，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切的背后，王翦父子立下了汗马功劳。王翦灭掉赵燕楚三国，王贲灭掉魏齐燕及其残余势力，父子二人联手，几乎包揽了六国中的五国，这样的战绩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而王翦在灭掉楚国之后，并没有选择继续留在军中，更没有贪恋权位，而是再次向嬴政请求辞官回乡。他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如今六国已灭，天下一统，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继续留在朝中手握重兵，必然会引起嬴政的猜忌，迟早会引来杀身之祸。因此他选择在最辉煌的时刻急流勇退，保全自身和家族。这一次嬴政没有拒绝，他知道王翦已经立下了不世之功，足以名垂青史，更明白王翦此时急流勇退是为了避免功高震主，也是为了保全自身和家族。嬴政批准了王翦的请求，赏赐了他大量的良田美宅、金银财宝，让他回归故里平阳，安享晚年。关于王翦的晚年生活，史书中并无过多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得以善终，平安度过了余生。王翦回到平阳后，闭门谢客，不问政事，专心享受天伦之乐，最终寿终正寝。他的家族也因为他的功绩和智慧，得以在秦朝保持显赫的地位。他的儿子王贲、孙子王离都成为秦朝的重要将领，在秦朝的军事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封建时代，功高震主是所有功臣的魔咒，白起、韩信、岳飞等无数名将都未能逃脱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悲剧，但王翦却凭借自己的智慧打破了这一魔咒。他的结局不仅是战国四大名将中最好的，更是中国历史上无数功臣良将梦寐以求的归宿。很多人或许会觉得王翦频繁索要赏赐的行为显得有些贪财，但这恰恰是他的过人之处。王翦的贪并非真正贪图富贵，而是一种生存策略。他所要的赏赐相比于他立下的灭国之功，其实微不足道，而他在得到赏赐之后，立刻选择辞官归隐，远离政治中心，更证明了他并无野心。这种以贪避祸的智慧，是王翦在长期的军旅生涯和朝堂博弈中总结出的生存之道，也是他能够善终的关键。除了政治智慧，王翦的军事才能同样值得深入剖析。王翦的军事风格核心在于一个稳字，他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每一场战役都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考虑到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攻赵之战中，他面对李牧这样的强敌，不急于求成，而是耐心对峙，等待时机，最终通过反间计瓦解敌人。攻楚之战中，他不惜花费1年时间与楚军对峙，养精蓄锐，等到楚军露出破绽，再发起致命一击。这种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战略思想，
体现了王翦作为顶级统帅的深远谋略。同时，王翦极其注重军队的建设和士兵的士气，他关心士兵的饮食起居，与士兵同甘共苦，能够充分调动士兵的积极性和战斗力。他重视后勤补给，深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每一次出征都会确保后勤供应充足。他善于根据战场形势调整战术，不固执己见，不盲目冒进。这些特质让他率领的秦军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能够在一场场硬仗中取得胜利。此外，王翦还懂得知人善任，在他的麾下聚集了王贲、蒙武等一批优秀的将领，王翦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让他们在战役中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同时，他也能够正视自己的不足，在攻楚之战中，他明确知道自己需要60万大军才能取胜，便坚持自己的意见，即使一开始不被采纳，也不妥协，最终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性。王翦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生于战国乱世，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帮助嬴政扫平六国，建立起不世之功。他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刻选择急流勇退，避免了鸟尽弓藏的悲剧。他不仅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名将，更是一位深谙生存智慧的智者。在今天看来，王翦的故事依然能给我们诸多启示。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既要有王翦谋定而后动的沉稳和谨慎，做事情之前做好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也要有王翦以退为进的智慧，懂得审时度势，在适当的时候学会取舍，避免因为贪婪或固执而陷入困境。更要有王翦知人善任的格局，懂得团结他人，发挥团队的力量，共同完成目标。战国4大名将各有千秋，白起的勇猛，廉颇的忠诚，李牧的悲壮，王翦的沉稳。他们用自己的一生，在战国乱世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王翦作为其中唯一一位见证了大一统格局形成并得以善终的名将，他的故事更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他不仅是一位军事上的胜利者，更是一位人生的胜利者。好了，今天关于王翦的故事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希望通过我的讲解，大家能够对这位战国4大名将之一的灭国神将有更深入的了解。每晚陪你走进历史的深处，认识那些曾经影响历史进程的英雄人物。如果你有想了解的历史人物，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们下期再见。